三星 S26 Ultra 相对于 S25 Ultra 在影像硬件上确實有一點升級啊，只不過升級是在鏡組方面，因為它的主攝跟長焦的光圈都變大了嘛，所以整個鏡組也得跟着調整。但是這點升級對於它的影像能有多大提升呢？那本期就來看看它倆的對比。本期看點如下，推薦大家仔細去看。這裡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你真的在乎手機影像的話，我還是希望你們能拿起設備多多參與到攝影中來，就像本期攝影環節入選的這些朋友一樣啊，多多拿起設備去拍就好了。還有就是別忘了給我們的節目來個點讚和加關注啊。那麼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前面這些照片呢，我故意把設備的水印都給刪去了啊，注意是設備的水印啊，因為在攝影環節，我還是希望各位多多討論攝影啊，少討論設備。那麼到了節目的最後呢，就是總結環節呢，很多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是什麼設備拍的了。只是攝影不論器材，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歡迎收看 ZPH，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那麼下面就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S26 Ultra 跟25 Ultra 它們的後攝都是4顆鏡頭，分別是主攝超廣角3倍的中焦和5倍的長焦。那麼這兩代手機呢，在後攝焦段分布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在拍攝界面上呢，兩台手機也是非常類似的，但是 S26 Ultra 呢稍微有一些變化。變化呢並不是在焦段切換按鈕上啊，焦段切換按鈕還是這些。它的變化呢是拍攝功能上面，它取消了夜景模式。新的夜景模式跟自動夜景融合在了一起，那麼這點呢，咱們夜景環節再說。測試前，两台手機的系統都已經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那下面就來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我們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硬件參數都列這兒了。S26 Ultra 相對於上一代來說呢，光圈大了一些，進光量差不多大了半檔吧。從實拍效果上看，26這邊的顏色稍微清淡一些。那麼解析力方面呢，兩邊倒是非常接近的。這點還是不錯的，並沒有因為光圈大了導致銳度下降。再看一組5000萬高清模式的對比啊，可以看出來26這邊的顏色確實更清淡一些。那麼放大看細節呈現呢，也可以看出來它們兩邊的顏色呢也是略有區別的，就是在色彩邏輯方面呢，26這代呢發生了一些變化。好在解析力方面呢，兩邊依舊是很接近的。那麼三星引以為傲的主攝2億像素的表現會怎麼樣呢？26這一代有沒有提升呢？哎，你還別說，確實有提升，在細節呈現方面確實提升了。不要把提升當成是銳化啊，銳化是不能平添細節的，銳化只能加重色彩邊緣的對比度啊，只是看起來清晰而已。不過剛才那組呢，自然紋理確實少，咱們看一些自然紋理比較豐富的場景啊，這樣 AI 幫忙的程度可能會降低啊。那麼從這個場景上看呢，兩邊就說互有勝負吧。現在对比的是26主攝的2亿像素和1200萬像素默認模式，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啊，可以看到2亿像素的解析力比普通的1200萬像素模式確實提升了非常多。反映鏡組光學質量的邊角畫質把控能力方面呢，26這代做的也不錯啊，可以看到不管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它的邊角畫質把控甚至比上一代更強了一點点啊。在光圈加大的同時，它的邊角畫質能力反而提高了。
從這點上說呢 ，S26 Ultra 主攝的鏡組光学質量做的還是不錯的。那再说超广角鏡头啊，从硬件参数上说呢，两台手机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它们俩在成像色彩方面呢，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么在最关键的解析力方面有没有变化呢？没有啊，两边一模一样。再看一组对比也是如此，两边在颜色风格方面还有解析力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两台超广角在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反正颜色风格方面是没有变化啊。那么放大看解析力呢，也是没有变化的。但是26這邊呢，畫面看起來更純淨一些。那鏡組的光學質量有沒有什麼變化呢？反正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它們邊角畫質的把控能力方面也是非常接近的。再說中長焦鏡頭，中焦這塊呢，兩邊都是3倍的光學焦段，但是感光器呢，26這代反而變得更小了。那這點呢，也可能是它的相場變得更小了啊。感光器並沒有變，但是相場變小了呢，等於輸出的時候就變成了一個數碼裁切狀態了啊。當然我也沒仔細查資料啊，可能是這樣，畢竟我這兒不聊數碼，我這兒只看結果。長焦鏡頭兩邊依舊都是5倍的光學鏡頭，但是26這代的光圈呢大了一些。對比樣片呢，先從2倍數碼變焦開始看，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那整體的色彩風格呢，依舊是26這邊看着更素雅一些。那麼更重要的解析力方面呢，26只能說稍微強一點點，但是它們最大的區別呢是明暗刻畫上的區別。現在是3倍焦段的對比，兩邊的顏色方面呢，仔細看的話還是26更素雅一些。那麼解析力呢也是26稍微強一點點啊，強的有限。它們最大的區別呢還是光影刻畫這邊26看着更鮮明一些。現在是5倍焦段的對比，但是這回顏色方面就是26的更熱情了，25那邊更素雅了。那麼解析力方面呢，兩邊差不多，雖然說看起來26這邊更清晰，但是這回更像是銳化的結果了。兩邊的5倍都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那麼這回的解析力方面呢，還是差不多，甚至啊有些局部細節呈現呢是25更好。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兩邊從顏色上說呢差不太多，解析力方面呢其實也差不太多啊。雖然說26這邊從畫面的觀感上看更好啊，其實這是數碼處理的結果。從光學解析力上來說，兩邊差不多。現在是30倍超長數碼變焦的對比，兩邊從畫面上看呢效果都還行啊。放大看呢，在解析力方面，兩邊也就是說半斤八兩吧。那26這代5倍光圈加大之後的效果呢，可能會在夜景中顯現吧。那這點咱們到夜景環節再說。再說微距的對比，那麼這兩台手機拍攝微距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用超廣角數碼變焦來配微距。拍攝方式呢，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什麼也別動啊，用主攝慢慢接近被攝物體。這個時候系統就會自動用超廣角，並且切換到主攝的視角、主攝的焦段來拍攝微距了。從這兩個場景的測試結果上看呢，就說它們的微距效果十分接近，半斤八兩，沒有什麼變化吧。下面看前攝的對比，先看前攝自拍的表現，用的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那麼前攝自拍呢，也拍了兩個場景啊，前面先是在陽光直射的場景下，那麼第二個場景呢是在陰影中。兩邊從實拍效果上看呢，都可以說是現在手機前攝裡比較好的效果了。但是26這代相對於25來說呢，也是沒有什麼進步，沒有什麼提升的。現在是前攝錄像對比，兩邊的防抖跟清晰度依舊都是不錯的，而且兩邊在觀感上也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我拍攝的時候呢，是有一段從陰影到強光過渡的過程。大家可以看到啊，在過曝控制方面呢，26這代的表現好像比25更強了一些。再看人像拍攝的對比，用的也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第一個場景我本來想測試強光下的人像效果，結果站位出現了問題，25的人像呢臉部正好在陰影裡邊，那麼這個場景呢就沒法好好對比強光下的效果了啊，這是我的失誤。那麼第二個場景呢是整個人都在陰影當中，這個時候可以看出來兩邊還是有細微差別的，主要是在膚色上不同啊。26那邊看着更紅潤一些。那再說支出寬容度的對比，那這兩台手機我測試了非常多的場景啊，總結下來呢，就是它倆的表現基本相當啊，也是非常穩定的。可以看到，無論主攝還是超廣角，在這些大光比的測試場景下，它們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都是很好的，而且暗部也沒有發虛，也沒有偏色。
那也就是說，這兩台手機在默認設置下，無論場景的光比有多麼的強烈，拍出來的照片呢，都可以滿足您在後期的需求，因為它們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都是非常好的。那麼換句話說呢，S26 Ultra 對比 S25 Ultra 在這方面呢也沒有什麼進步啊，但是它們的水平確實都是很高的。再看夜景的对比，那麼簡单來說呢，这两台手機在城市大光比的測試環境下，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也是非常接近的。那麼也就是說 S26 Ultra 這一代雖然說主攝的光圈加大了，進光量加大了，但是在普通的城市夜景環境下呢，两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啊，主攝跟超廣角都是如此。我們挑選的測試場景呢，雖然說是普通的城市夜景，但是也都是很有挑戰的，因為它是大光比场景，强光和陰影的跨度還是非常大非常猛的。那这麼多場景測試下來呢，得出來的結論就是，虽然說 S26 Ultra 主攝的光圈增大了，但是在這些場景下的表現呢，跟25 Ultra 比也沒有什麼區別。雖然說有些場景你仔細看呢，還是能看出一些細小的差別啊，但是要排除過往車輛的燈光、電動車的燈光這些雜光的干擾。總之呢，S26 Ultra 主攝增大的這個光圈效果，還是要到更暗的環境下才能看出來，我們後面再說。現在是長焦在夜晚的表現，從2倍數碼變焦焦段到3倍的光學焦段呢，兩邊看起来的效果是很接近的。那麼5倍光学焦段呢，由於26這邊光圈加大了，可以看到暗部的細節呈現呢，確實是比25強了一點點啊。但是到了10倍數碼變焦焦段，雖然說他們用的也都是5倍鏡頭拍的，但是效果呢又變得十分接近了。來到城市比較昏暗的场景，3倍的表現，兩邊依舊十分接近。5倍的表現在解析力、清晰度方面兩邊差不多，但是在畫面的純淨度方面呢，26這邊的表現更好，這可能跟它加大的光圈有關係啊。那麼到了10倍數碼變焦焦段呢，兩邊又變得十分一致了。下面就是极暗環境的測試了，都要打開夜景模式了。那麼第一個场景呢，祖傳神速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兩邊是十分接近的。這一代 S26 Ultra 拍攝時夜景模式的位置發生了變化啊，也不是位置發生了變化，就是它已經沒有專門的夜景模式了，夜景模式跟自動夜景融合在了一起，要麼關閉，要麼開啟中檔跟強檔，或者說弱檔跟強檔吧。但是呢，它可以實時的根據環境的光線變化顯示现在的曝光時間，這點還是非常好，非常靈活的。不知道 S25 Ultra 升級到了 8.5 的系統之後，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改變？那麼到了健身器場景呢，這兩台手機主攝的表現都不是很理想。我拍攝了非常多的照片 ，S26 Ultra 只有這一張照片是清晰的 ，S25 Ultra 所有的照片全是像這樣虛的。由於我們的測試過程從來不手動干預，拍出什麼樣呢，全是手機自己的本事。測試方式呢，就是默認設置，拿起來就拍。結果沒想到的是 ，S25 Ultra 在這個場景下，它沒有一張是清晰的，全是虛的。那這個表現呢，不太好啊。超廣角呢也是26的效果更好，25那邊還是有點虛。樹林小路場景主攝的問題依舊存在，26那邊拍攝了很多張照片，只有1-2張是清晰的，25那邊全軍覆沒，全是這種虛了吧唧的效果。極暗環境下的主攝對焦真是個問題啊。超廣角的表現仔細看呢，也是26這邊更強一點。最難的場景祖傳神速 Pro 這兩台主攝的表現，這回對焦方面沒有問題了，都能拍清楚了。但是啊，雖然說你看26這邊亮部確實比25強一點點，但是暗部虛了啊，就是多張合成 HDR 合成沒有對齊導致的。老實說，現在三星旗艦在極暗環境下的夜景表現，跟其他的影像旗艦比已經被拉開差距了。因為我们的節目就是可以跨視頻橫比所有的手機嘛，老觀眾看到這兒都已經能看出來了。視頻錄製用的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也是最接近現在社交軟件錄製的效果。現在是主攝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現，沒有架子，沒有穩定器。那麼從實拍效果上看，顏色方面的區別還是挺大的啊。26這邊依舊比25看着更素雅，顏色方面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防抖跟清晰度兩邊的表現都不錯。現在是超廣角的錄製效果，從天空上看呢，顏色反過來了，是26這邊看着顏色更熱情了。但是防抖跟清晰度兩邊的水平都挺高，也都是同一水平的。现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錄製效果，
兩邊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依舊十分接近，差別嘛，也就是顏色方面稍微有一些差別。現在是3倍光學焦段的对比，區別嘛還是主要在顏色方面，但是區別並不明顯。那至於清晰度跟防抖呢，兩邊的區別更是不明顯了，它們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現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兩邊在色彩方面可以說是非常接近，但是在防抖方面，或者說圖像的流暢度啊、拖拽感方面，是26這邊的表現更好。清晰度两邊都很好啊，可以說他们的錄像表現到現在為止都是頂級的表现啊，非常優秀。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焦段的對比，兩邊在防抖跟清晰度上的表現依舊是非常上乘的。如果這裡你們暫停畫面去看的話，可以發現26的解析力是更高的，25那邊的數碼處理結果啊，數碼處理痕跡更重一些。26這邊視頻最遠的數碼变焦焦段是25倍，25這邊呢是20倍。現在看到的就是它们的對比。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呢，两邊差不多啊。防抖对於他們兩個這麼高的數碼變焦倍數來說呢，防抖已經不錯了啊。最好的是他們在這麼高倍的數碼變焦下，畫面的色彩依舊保持得非常好。現在是主攝夜晚的錄制表現，相對於白天來說，防抖稍微下降了點。但是相對於這個場景來說，他們的防抖已經非常不錯了。但是26這邊的鬼影是比25更明顯的，畢竟26的鏡組發生了一些變化嘛，這個鬼影呢也就稍微增強了一些。按說你變化的更好不行嗎？現在是超廣角的錄像对比，可以看出來26這邊想通過更好的算力、更好的 AI 把畫面弄得強一些啊。只是看着強啊，其實解析力啊、清晰度啊、防抖跟25那邊比呢，沒強什麼。現在是3倍鏡頭夜晚的錄像表現，可以看出來他們的防抖跟清晰度跟白天比是下降了不少的啊。兩邊的整體效果呢，相對來說也是半斤八兩的。現在是5倍光學焦段的錄制表現，兩邊在清晰度方面是差不多的，但是防抖方面呢，或者說是畫面的拖拽感上，是 S26 Ultra 的表現更好。那麼這點是不是跟它光圈大了，進光量更多有關呢？我不清楚啊，反正我這只看結果。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它們都是5倍鏡頭的數碼變焦。那麼跟剛才一樣啊，防抖方面是26這邊的表現更好。那麼清晰度啊、解析力啊這些呢，其實差不多。那到了最後的總結環節了，咱們就着本期攝影環節入選的這些照片來聊一下這兩台手機在本次測試中的表現。從白天的拍攝效果上看呢，26的色彩整體變得更素雅了，主攝的2:1像素效果呢疑似变強了一點點。超廣角、中焦、長焦是沒有什麼變化的，微距、前攝、人像、直出擴張度呢也是沒有什麼變化的。那麼夜景呢，城市環境裡兩台手機的表現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穩定。但是在极暗環境下的表現呢就不理想了啊，效果已經被现在友商的影像旗舰給甩開了。那錄像的效果是非常不錯的啊，白天的表現可以說是第一梯隊的頂級，但是到了晚上呢，也是中規中矩啊，也算不錯。那總結一下，這次 S26 Ultra 的升級換代呢，相對於上一代產品來說呢，升級的非常細啊，細微的細。那節目的最後呢，大家可以對這兩台手機的造型，也就是這兩台手機的工業設計，發表一下你們的看法。你們認為哪台手機的長相更好看呢？畢竟這代 S26 Ultra 的造型發生了變化嘛。如果你喜歡26的造型，打1；喜歡25的造型，打2。OK， 到結尾了。看完前面內容，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